嗨，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到龙丽涵的家。这是我的办公室。刚刚呢，我做完了运动，洗了一个澡，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精神和皮肤都还不错？最近啊，咱们家的神兽呢又出笼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最近更新慢的原因。法国这边又放春假了，所以孩子们又在家里待着啦。上条视频拍完了以后呢，我就一直还没有时间去回复和看大家的评论。不过没关系，我有眼线。这个眼线呢，就是我妈。别看她已经快70岁了啊，可是上网冲浪的老手啊。去年她在家无聊的时候呢，不是在学那个编织嘛，编得也很不错。当时呢，还拿她的这些编织品呢送给了一些粉丝，然后大家呢都给她点赞了。今年呢，人家不学编织了，人家学拍视频，反正就是自己在那儿拍一拍，然后自己看一看，自己偷着乐的那种，我觉得也挺好。而且她这个年纪，她还开始学习剪辑，棒棒的。那天我的眼线，也就是我妈跟我说，她说丽亚你的铁粉还真不少，而且还有很多粉丝呢帮你回复其他粉丝提出的一些问题，太可爱了，而且还有很多的留言都非常的暖心，让我加油。最后呢，她跟我说评论区中啊有一位铁粉就问我是怎样管理和安排 Ava 就是平日看电视啊，还有上网啊和玩手机的时间的，说她的弟弟呢就很喜欢玩手机，然后现在呢根本就很难的控制。家长有些时候说他呢，他还很叛逆呢，所以呢，他就想问一下我是如何安排 Ava 看电视啊，还有上网和玩手机的这些时间的。既然有朋友问到我关于 Ava 的问题，那今天我就来聊聊我对 Ava 的教育。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但是在精神上却越来越匮乏，很多不文明的行为到处可见，还有很多刑事案件的背后值得让我们深思。先要说明一下，其实在屏幕前很多朋友的孩子都比 Ava 要优秀很多，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只是在这里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就和大家一起来商讨一下，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说说你们的想法。我首先抓的第一点就是德，因为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他有德，不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危害，但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但是没有德，那么他可以对这个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危害。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的父母用一生的积蓄供养孩子读书，结果孩子却因为要不到自己满意的生活费而将屠刀伸向了父母，这是为什么？其实答案就是许多的父母往往只注重了关心孩子吃饱穿暖，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今后是否能出人头地，忽视了孩子道德品质的修养。Ava 一旦犯错呢，我从不心软，而且是有一说一，就事论事，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做错了什么，在哪里做错了，而且我会和他说清楚利害关系，以后要多加注意，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我会让他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心中有个评判是非的标准，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先在心里平衡一下，这件事情对不对，应不应该做，这样等他长大成人之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的立身之本。第二点就是心理承受力的培养。近几年我们听到了不少青少年因为学习压力大而做出傻事的事情，让人很是惋惜，因为生命没有第二次，没有回车键。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遭遇无数的挫折。像我一个人在外经历的太多，有机会慢慢跟大家讲。最惨烈的就是2次被人坑的几乎倾家荡产，虽然那个时候的财产也不多哈，但是也是很惨烈的，把我父母借给我的钱也搭了进去，那一次是让我最伤心的一次，但是最终我还是挺了过来。就是这些经历锻炼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心理承受力的培养其实就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我经常会让 Ava 独立去完成一件事情，去经历困难，例如说鼓励他去参加班上的各种活动。前段时间他参加了班上的班代表竞选，一起竞选的呢有6位小朋友，经过几轮班上同学的投票以后，他和一位小女生最后进入了决选。他那天回来的时候可是开心的像朵花，他跟我说，妈妈，原来还是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喜欢和支持我呀。我说我替你开心，不过明天最后的选赛要是你没有被选上也不要难过，你至少尝试了，而且这次也让你知道支持你的小伙伴还不少，人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幸运，也要给其他的小朋友一些机会，对吗？他想了想，但是他还是跟我说，我想赢，我会尽力的。第二天果然是因为1票之差
Ava 没有赢得班代表这个职位。一回来我就看出她心里有些沮丧，不过没有一会儿她就跟我说，没关系，今年不行，明年再来过吧，我也会帮班代表一起做一些事情的。听到这里我欣慰地笑了，就去做饭了。第三就是培养她的自信心。其实我从小并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所以我也错过了很多不错的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是自己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其实我觉得心理承受能力和自信心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我在经历了2次大的打击后，首先是要心理承受力好，正确的认识现在的状况，接受并去改变它。哭和后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再就是靠自己的自信心慢慢的站起来。如果一个人没有自信，那么他必然会在各种细节中暴露自己的犹豫、不安和焦虑。当我们去面试的时候，不自信的人往往会有更多的小动作，东张西望，眼神会更加飘忽不定，这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人不太靠谱。这也就是为什么 Ava 小时候我会同意让她参加这些歌唱类的节目，因为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信自如地站在几百个人面前演唱和说话，这也是对她自信心的一个锻炼。现在再回到刚才那位铁粉问我的是如何安排 Ava 的看电视和玩平板上网时间的。从小我就给 Ava 规定家规，在这个上网和玩游戏上也是有规定的，做完作业以后可以玩，但是不超过1个小时。我会跟他说为什么，因为回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学习，玩1个小时是可以的，但是平板看久了会伤眼睛，游戏玩多了就会上瘾，你这年纪的把控力还很低，玩久了就是危害大于利了。有时候孩子在玩的时候他就没有时间观念了，所以一般我都会提前10分钟跟他说一下 Ava 还剩10分钟了，这样他的心里可以做一个自我调节，知道就只能再玩一会儿了。因为突然的一下跟他说不能玩了，现在就已经到时间了，他可能正在完成一幅画，也可能正在和朋友聊天聊得起劲，这样会让他心不甘情不愿，而且有些情绪。当然他也有不想停下来的时候，不过一般这种情况都很少。如果有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把网给停掉。他虽然有些懊恼，但是我会跟他说，我已经跟你说了让你停下来不玩了，但是你还要玩，所以现在不仅要停掉，而且明天也一样会停掉，就当做你不遵守规定的惩罚。你只有在遵守的情况下才可以继续下去，不遵守规定那就没得玩。给他定下的规矩我是不会轻易去改变，让他成习惯，不然越大就越难管。如果没有自制力，坏处也很多。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孩子当成朋友，和他们多聊聊天，偶尔我会和 Ava 聊上1个小时。还有就是我们让他们停下来不去玩手机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本书坐下来陪他们一起学习，不能让他们停，可我们却还在刷手机。家长可是孩子的模板，所以想他们好，我们自己也必须努力。其实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家长的陪伴。最近这不是放假了吗？所以我会花很多的时间陪伴 Ava。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出去走一走，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带他去室内溜冰或者是游泳，再就是和他一起锻炼，一起学一段舞蹈，还会经常和他聊天，也会每天跟他说无数次我爱你，给他大的抱抱，因为这样可以给他安全感、信任感，这样等他长大以后也会跟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也会十分愿意与我们进行交流沟通。今天跟大家唠叨了一堆，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心得。不管什么岗位都要学习和考试才能上岗，唯独当父母是不用考试就上岗了，所以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很大。前2年有时间我听了一些犯罪心理学课程，感触很大。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原生家庭给他们留下的阴影和伤害，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妈妈。我希望 Ava 是那个可以用幸福童年治愈一生的人。今天就说到这里啦，祝愿每一位朋友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见。